什么？官方诈骗？408的油耗作假，这是真的吗？阿肥环岛实测给你们看。在影片开始之前，阿肥先说一下这一支影片的大纲。环岛的油耗记录，云车价408的极限在哪里？我接下来会做什么？今天是准备要去环岛第一天，这一次呢，要先特别感谢一下拍拍有赞助2台的电子后照镜，然后会在这一次环岛过程当中来实测。先拉回来，漏讲到了，这一次拍拍赞助的这2台电子后照镜将会在这一支影片的最后面抽出来，直接送给大家。蛮多人都会觉得说，网红实测的数据好像跟实际开的数据有点差异。阿肥这个没有拿业配了实际测出来怎么样，就会跟大家分享。那过程当中呢，我会跟大家分享说每一段它的油耗大概是多少。那我们先来安装这个，过来就准备出发。对，没错，如果你们在某几天有看到一台408是这样子装的，那就是阿肥的车。安装设定好之后，就准备出发去加油了。98跳停，抓中配。所以现在要出发，就是往南部走。那我现在是从林口的交流道出发。那我现在来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这个公里数。现在的公里数是8802。这一次阿肥会把冷气关掉，然后用这种标准模式下去开。然后在高速公路上面，我会尽量用这一种 ACC 导航的这一种方式去开，来尝试做出它最高的这个油耗是多少。哇！现在把冷气关掉了，然后就直接出发。等一下准备要上交流道。现在目前的即时油耗显示29.4。我现在在这个接近大园的地方停下来了。接下来一路上几乎都是这一种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油耗的表现就有所下降。来，现在的这个是25公里，然后我已经开了48公里了。那这个油耗呢，是在没有任何的冷气的状况下但是有塞车，大概50%塞车，50%顺畅的状况下跑出来25公里的油耗。所以基本上啦，你如果是看到官方宣称的那个油耗的话，它可能就是这样跑出来的。因为阿肥本来想说要到可能中南部再去换，但是现在真的不行。太热了，可能车内温度有35度以上所以阿肥现在将近50公里，我就先开冷气下来，那就看接下来的这个油耗的变化是怎么样。好，第2段先来把里程重置分段记录开始。哇，终于把冷气打开了。现在正式旅程突破100公里。前面47公里就是塞车跟顺畅各半，那油耗大概就是26、7、8这样子。那后面这个50几公里啊，原本刚开始塞车的时候就10几公里的油耗而已，后来呢慢慢越好。那到现在呢，它平均的这个油耗已经达到了20公里。那我觉得表现算是还不错，那就继续吧。然后现在准备要下交流道了，要下去苗栗的泰安休息站。现在开下来的油耗，我觉得表现还不错，平均大概在20左右啦。那就先吃饱饭，等下接下来继续。好，刚吃饱饭，现在在苗栗，要准备再往南开了。那等一下呢，阿肥应该会是自己开的方式，然后用标准模式下去开。如果下面都很顺的话呢，我会再让 ACC 再开一次，我再来分辨一下。那的确肉眼可见你冷气开了之后，好像就有差不多5的油耗在高速公路上面。好，请右转泰安服务区。现在那个里程重新归零了，然后现在就是自己踩的开始。他们现在已经过台中市区了然后现在速度大概是维持在100左右。那我全程都现在是自己在用脚踩。现在快到这个西湖镇彰化西湖镇这边，自己用脚踩的平均速度在103，那平均油耗呢在18.5公里。的确啊，自己脚踩的很容易就大脚油门，所以这个油耗就会表现比较差一点。这是应该第4段，现在这一段呢，阿肥就让他用标准模式，然后辅助驾驶的方式，然后先速110，让他去跑
跟早上看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大差异。现在第4段50公里，然后是跑20.5左右。这第4段呢，这样子跑啊，我就是几乎让它用辅助驾驶的模式去跑哦，然后这样子顺跑，有开冷气的状况底下呢是20出头而已，那跟没有冷气差不多，就差了5的那个油耗啊，算差蛮多的哦。那接下来我就会测运动模式，那就是辅助驾驶跟自己踩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那我现在就把这个归零，好，现在就换成运动模式哈，然后归零的状态，现在开始跑了。好，那就辅助驾驶开着，看运动模式有没有减少油耗。这一次的测试，每一段应该会在50公里左右就做一个总结，再换一个模式再来测试，以因应各个地区的这一种区域使用的状况。现在到台南，快到系统交流道了，然后遇到了整个大塞车。那差不多现在目前是开了48公里，那几乎90%以上的时间都是用那个运动模式跟辅助驾驶在开啦，显示18.5的这个油耗的表现，所以它还是有比较差一点，跟标准模式相比的话。现在下高速公路，然后要往那个文章牛肉汤的路上，这一段应该一大段都是市区的行程，那就看一下走这种乡下市区的油耗是怎么样。到了文章牛肉汤，现在吃晚餐，等一下吃饱继续。现在是刚好5点整，然后我们在台南这边吃完了文章牛肉汤，然后接下来要直接杀去高雄小港那边拿东西。那目前呢，就是还用不到1/4桶油，所以如果阿北是连续这样开的话，很有可能1桶油就可以跑完整个台湾。好，目标台南到高雄。现在是市区，大概走了27公里，然后平均时速20，油耗只有10.7，超级烂。这是准备下台南，然后从台南的国一那边，然后到文章牛肉汤。现在文章牛肉汤离开之后呢，我要上仁德交流道的这一段距离，我是用没有辅助驾驶，然后运动模式直接这样开，那就是一直走走停停，一直等红绿灯，所以油耗真的是蛮差的，是吧？继续测试。上高速前往小港的这一段是用运动模式自己踩的方式，没有打开 ACC。现在呢，刚下高雄的交流道，油耗是18.5，我跑了44公里。刚才是没有辅助，然后直接开运动模式这样子开，所以呢，标准模式跟运动模式的这个使用下呢，辅助驾驶或是自己踩都有差的。等一下呢，阿飞会去拿东西，之后应该会直接在高雄这边过夜，然后过来明天就看早上状况如何再出发。哇，现在超黑的，现在大概是晚上7点吧。找了一间民宿，在那个高雄小港这边住，明天吃完早餐再出发。Tomorrow。现在应该是早上7点多，等一下换另外一款的那个拍拍的电子后照镜，换完之后呢，就准备往屏东的方向进发。东西嘞？什么东西？你要找什么东西？操！好，我的这个电子后照镜装好了。那这台电子后照镜呢是3路的，就是前后车内的视角的，就是车内镜头，它是可以360度旋转的。那我等一下应该会先去加油，然后呢再把它记录下来。到台北之后再验算一下，因为现在来计算的话可能有点不太准。那我就打开定位，准备出发往屏东去了。出发前去加油的路上，加了597元然后现在里程是9159。那接下来呢就会先去屏东那边走走。会稍微停留一下，再往台东去。我应该会用运动模式自己脚踩的方式这样去开。高雄到屏东的这段路上，除了停红绿灯之外，没有出现明显的塞车。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接近垦丁了，在平峨公路上面。不得不讲，就是下来啊，如果政府真的希望人家国旅啊，真的应该要提升一下这个车速啊，超慢，然后呢一大堆的这个车速照相，不要说什么超速仔或者什么的，就是你光这样子慢慢这样撸，你就完全游玩的兴致都没了，就是应该放宽这个速线才对啊。阿北现在就只有开61，
我的这个油耗我用运动模式的油耗就是在 18.8， 现在目前已经开了64公里。好多人，对吧？这可能是终点嘛。哇，终点在这里还不错啊，有个大石头。现在呢，刚好要转上去龙盘草原。那先给你们看一下刚才整段的油耗，开了108公里，然后18.5。这整段的油耗都是自己踩，然后运动模式啊。那我就现在重新归零，然后开始算爬山的这个油耗了。好，现在抵达龙盘草原的山路，然后现在先来看一下油耗是多少哦。来，你们看这一段山路2公里才8.1的油耗，有够差的。那我稍微去龙盘草原走一下哦，然后安装一下一些摄影的东西。测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油耗啊，在高速公路上面的油耗表现跟那个官方讲的比较相近。这一种在市区自己踩的话，大概可能15到18之间。那像阿肥自己平常啊，之前在肯定是新北开的话，运动模式就落在11到13之间，然后标准模式就是可能会到14、15。那像比如说欧洲那些地方，它本来它的天气就比较凉。你们看，像阿肥刚开始要开冷气的状况，油耗表现就升上去了。重新出发，准备前往满洲吃午餐啦！在阿飞的世界，无限的奇妙，山西开箱有趣，知识深奥，科技的河流，流过的风潮，每一个惊喜都让心跳骄傲。不停的开箱，不断的测试，每一个装置都是新的惊喜，从不放过每个消息。目前刚从那个龙盘草原下来，然后刚才行经加热水，在满洲这边休息，大家准备吃个饭。那稍微给你们看一下油耗的状况。龙盘草原到满洲乡，里程18公里，平均油耗10.3。等下吃饱饭之后，就准备再接着出发。今天应该会在台东或花莲那边休息吧。接下来要从满洲这边出发，因为我们刚吃饱饭。那满洲接下来呢，应该预计会到花莲，然后去玉里吃臭豆腐，那就出发啦。去感受真实的体验，每一个瞬间都有不同画面，鼓声的旋律在耳边响起。下来去海这边，稍微的走走啊，然后拍个照片。旅游一下，下来旭海拍了一个照，哇，这边真是漂亮。那边很喜欢海边，所以在这种地方都会觉得特别的放松。我觉得不管几岁，都要有这种去旅游、出去玩的这种热忱。从满洲下来旭海啊，整段上上下下的山路接滨海段，总共跑了29公里，油耗是12.8，这表现不算是很好。好，那就继续现在往玉里的方向出发。现在就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受卡下去台东那边呢。限速40，整段下坡限速40的这个区间热速好像6.7公里。官员们到底有没有在那个开车啊？阿肥不用踩油门呢，用滑的都超过了呢。对，刚从寿卡下来，现在到了大武乡，我们一样是要往花莲玉里的路上，油耗差不多是12.1啊，走了62公里，虽然都是下坡居多，也是有一些上坡啦。但油耗表现其实没有很好哈。接下来呢，我会测第3种方式，就是手排档的方式，看有没有比较省油。那就是从大武开始到玉里的这一段路，
这里换成手排档的模式 ，OK， 好了。这有没有搞错？25，现在破50了哈。然后自己用排的是16.1，那我现在切换回运动自排，在这个位置再走走看，看油耗是多少。好，切回自排 ，OK。17.888公里，各位。我到花莲玉里了，哦，从那个旭海、满洲这样下来，哇，有够久的，终于啊到玉里这边吃臭豆腐，17.8，阿斐其实算熟练打档，那还是没有办法像那个自排一样那么省油，这一点就是用自排就好，没事不要瞎打档。啊，我先去吃臭豆腐吧。即将抵达目的地。从玉里出发到花莲市区，没有特别改模式，就没有重置里程，赶着要去饭店睡觉。已到达目的地，位于右侧。从玉里又开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间，到这个花莲的饭店，结束今天的行程，然后过来就明天继续。今天好好休息一下，今天太累了。Tomorrow。昨天从高雄直接赶来花莲的这个元博这边，应该快要300公里了吧？不确定，因为我现在看那个里程已经破700了。最后面就要结尾哦。那晚一点，先好好享受一下这个阳光，之后再出发。昨天这样子的油耗啊。16.1，从花莲的烟波，然后现在要直接往那个礁溪出发。我会用运动模式然后跟平常的踩法一样，不会去特别用辅助模式，特别省油这样子开。因为昨天已经实测，就是在我自己手打档跟自动打档上面，其实没有多大的差异，甚至有的时候手打档还没有比较省油。出发。住花东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的油耗表现应该就会正常，都会比较好。不像住台北，你可能随便都只有10几、12、13左右。98跳停，现在我刷中了配，15.3这一次的油耗，这个应该是进入苏花改的第一个加油站，加了29.93公升。接下来就没有再切换模式，这一路上顺顺的开，沿路走走停停，路况啊没有说非常的好，蛮多地方啊都跟地震、风灾前的地貌差异很大，感觉很漂亮。飞空拍，这里。之前阿肥说，就是光复香烟的时候啊。然后就是先暂缓环岛这个行程，然后现在给你们看到这个状况，几乎每一段隧道前啊都有这个管制在。你们想想，人家正在忙的时候，然后阿飞还要环岛，这样对吗？有观众就是说是光复出问题，关这个环岛什么事？这就是现况啊！你们可以去，我不能。透过荧幕学写新风采，在这里相遇，美丽的意外，每一次点击都是新的期待，不停的开箱，不断的测试，每一个装置都是新的惊喜。这个阿英鱼杂，然后刚好这边就有可以那个停车的地方。我们现在在苏澳吃完阿英鱼杂之后呢，跑来买饮料，但想想啊，因为油耗应该测的差不多了，可以把资料统整出来。因
原本是想说为了划线，想说跑三貂角再去基隆，再从基隆回台北，再回林口，但后来想想就直接回台北好了。哦，就不用再拉我基隆这条路，因为差不多整体的油耗应该都测出来了啦。回程的路上都没有变换模式，一路顺畅的开回林口。现在回到林口了，然后这一次的总里程是平均油耗 16.6， 跑了969公里。整段这样跑起来呢，我觉得除了刚开始有点塞车，台北比较容易塞车之外，高速公路其实都蛮顺的，油耗最好的表现也都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然后在旭海那边呢，它的油耗表现就会比较差一点，因为上上下下的，尤其跑山路，不管你再怎么顺，可能都落在13、14以内。那跟官方的表现比起来呢，就是如果你完全没有开空调，那可以开到官方的所说的以上。但如果你有开空调的话，其实在高速上面就是跟官方宣称的差不多。但如果你不是开高速，也没有开 ACC， 全程自己踩或是自己排档，然后在市区的话，那你是绝对不可能达到这个官方的21的这个公里数的哈。了不起15就很漂亮了啊！那这一次全程这样 16.6 已经跑完了。接下来要聊的一切数据全部都源自于梦中以及赛车模拟器上面。如果在现实当中有任何的雷同，全部纯属巧合而已。云车架的部分，我们不谈像环岛的这些油耗的部分，我们只谈阿肥在梦中测试到的408的超价极限。首先分为几个部分，先来讲到就是它的动力跟极速的部分。那因为我旁边有放着我所有统计的资料，所以你们可能有时候会看到阿肥会看向荧幕的地方。408在极速的部分，阿肥目前测试到的速度是195公里。跟车友聊天过程当中呢，有一些朋友他是云车架有达到196公里。至于有没有在更高上限呢？因为阿肥在梦中的那个直道并不够长，所以并没有办法再测到更高的这一个极限的速度。如果有观众朋友你们刚好做梦也有梦到的话，也可以欢迎在下方补充。那我自己个人呢，在高时速下面的感受大概是在150公里附近，都算是一个蛮舒适的巡航点。我在加速的时候呢，过了100到150这个区间，我个人是没有任何的感受，就突然150了。那从150之后到了170，我会明显感受到，就是170的时候呢，它的尾巴是有点压不太住的状况，会产生这一种飘尾的现象。那我自己的分析我认为这一台车的隔音跟这个滤震的效果太好，导致呢速度感变模糊了，所以常常在梦中达到了150也毫无知觉。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得力于法国车在底盘上面的调教。那在上一集就是阿肥爆胎的那一集，那我就是拿备胎来使用的时候呢，我有说过，我可能会把备胎拿掉，但因为这一次的测试过后呢，备胎到底要不要拿掉这件事情，等一下呢，我会再跟你们分享一下我之后可能的解决方法会是什么。所以以动力与极速的结论来说，我自己的超价大概是在195公里左右，是我测试到的极速。那在150公里左右的时候，是它的稳定的一个甜蜜点。过来是重量以及动态的平衡。因为我刚才有讲到，我这一次有载重跟空车下去做测试，所以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在空车的时候呢，加速就是很有这一种跃动感，但是只要负重的可能30公斤、40公斤左右，你就会很明显的感受到，好像你的车屁股被一只手压在地板上一样。但是实际的这个油耗方面呢，其实我自己测试下来，它是差异没有非常的大。所以我自己是觉得408在这一种重量阻尼的这一种感受上面呢，它是一个蛮敏感的设定。你只要有增加这一些重量，你在超价上面的感受就会有所差异。好，再来讲到的是它的过弯的极限，还有轮胎的部分。哇，我这个的总结的部分还是给我一个成也底盘，败也轮胎。我在90度弯这样子90度弯的时候，做外内外单线车道，然后没有进行刹车就直接入弯。单线的时候呢，我在时速67公里的时候，轮胎就会叫了。
就是这样子单线过弯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点刹车，就直接让它硬走外内外这样出弯的时候呢，我在 X 点的时候轮胎就会叫了，这个是我认为它的一个过弯的一个安全的范围。那我在双线的时候呢，90度弯，因为它有2个车道，所以我就从外侧车道切到内侧车道，再从外侧车道出来，没有点刹车，轮胎叫的极限是在76公里的时候。这个呢，每一个人的测试是不一样的，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轮胎我也是很安全啊，怎么样的？阿肥提出来的这一些点呢，就是给大家当一个参考。那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那就好；如果对你没帮助的话，跳过。那在90度弯进弯的时候，我在进弯前点刹。408是 FF 的车型，所以你在进弯的时候带点刹，不是整个弯都踩了刹车，整个弯踩了刹车 ，FF 的车种应该很容易会有这种推头的状况发生。单线是落在75公里的时候，轮胎会有滴滴叫的声音。那双线呢，在时速90的时候，会出现这一种轮胎滴滴叫的声音。当然还是有更多的高手啊。那阿肥身为一个正常的使用者来说，我自己的体验到的极限差不多就是落在这个方面。那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台湾的408是附了米其林的节能胎，这条节能胎它的抓地的性能啊，或是它的这种超驾的这种感受啊，其实是没有办法完全发挥408的这一种底盘的优秀的特性。我自己个人是认为啊，如果你希望呢408的超驾感受更好的话，可能轮胎就要往上去换。那阿肥呢，因为刚好嘛，轮胎这个崩起啊，所以接下来阿肥应该会升到20寸，然后是锻造框。但是啊，因为那个框还在构思当中因为像阿肥自己的另外一台车 SLK 呢，我的轮框也是就是完全定制的。那这一些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我光那个框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弄好，所以408我觉得可能也要蛮长的一段时间才会完成。好，再说到的就是它的刹车以及悬吊的部分，我自己开在是晴天、柏油路、干地。我开在时速65到70的时候，大脚的刹车直接踩到底的状况底下，我还会往前滑行一段距离，你会明显感受到408的这一个刹车呢是有点疲软的状态。那这个是大概在刚才所讲的里面最严肃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认为你动力电脑可以都不改不调没有关系，可是这一种刹车安全来说呢，是非常必须要去重视的。如果你一般开车的话呢，408原厂配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可是如果你有这一种激烈超驾的朋友，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然后去提升你自己的制动，换刹车皮啊、金属油管啊这些的。那你说要不要换卡钳呢？其实卡钳跟直接的这个刹车没有太大的影响。阿肥之前那个 SOK 的影片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再来就是讲到它的这个悬吊的部分，我认为408的这个悬吊的这个行程算很长的。所以它是以舒适性去做取向，但是它虽然舒适性很够，可是呢，它在激烈超驾，比如说连续的这一种变换跑道，或者是在过弯当中啊这一个弯道的这一个悬吊的支撑性呢，它也是算相对应的足够。你只要不是去专门去跑那种赛道啊，或是一定要非常激烈的这种超驾，我认为悬吊这个东西是408里面可以最后再去换，除非你是走那种视觉系的，你想要有那种气压式的避震、降车身这些，不然的话，我认为408身为一台法国车，它的底盘的这一种调教，还有它的悬吊的配合，真的是让人很惊艳的一个地方。再来呢，这是 AI 给出了建议的方向，我有把我自己的测试的这一种状况呢，就是丢给 AI 帮我汇整，然后它是怎么建议的呢？对于就是有在激烈超驾的车主的建议呢，优先顺序就是第一个轮胎，先把米其林的那条节能胎换掉，因为毕竟抓地力是目前408最大的瓶颈，这条轮胎是没有办法完整发挥408的所有的性能。再来呢，就是刹车的部分，可以往升级来力片跟金属油管的地方去做更换。至于卡钳的部分，就是看各自的财力去做选购啦。然后第三个呢是配重的部分，就是它的这个后备箱的轮胎到底要不要拔掉。AI 这边是觉得啦，就是不需要为了偷轻特地去把那个轮胎拔掉，它在这个设计上面有点重量，可能反而会是让它更稳的一个选择。那这个呢，等一下阿肥会再跟你们分享。
再来呢，就要跟你们分享阿肥接下来会做什么样子的改动。先来说到就是我车子，你们看到这一次的这个车内的状况，对不对？我之前有做那个风口啊，还有这个喇叭的部分，是不是都消失了？没错，我先说一下风口的部分，因为我自己呢在改碳纤维的材质当中，因为我自己要用的啦。那风口的部分呢，就是这也没有办法，就是因为阿肥在做碳纤维的材质，那我想要放我自己的车上有一些碳纤维的东西，所以呢我就先把它拔掉了，没有把它放上去。那之后呢，你们应该还是会看到那个风口把它放上去，我觉得有那个风口真的差异蛮大的。然后呢，音响的部分呢，这一点我必须要跟你们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呐。如果预算充足的朋友可以像我这样子做，然后不要再走我的回头路。你们在网络上应该可以看到，就是可以买得到这个408 Focal 的这个音响的套件进来。那这个配件进来的时候呢，其实你还要搞定的是它的这个专车专用的这个线束。你就算升级了之后呢，你也没有能力去开通车内的电脑的话，我自己的感受上面效果是，例如原本是25%，你换了之后呢，它会达到75%的这一种差异。可是呢，阿肥有朋友有这个亚麻系列的，那真的去听过之后呢，我就觉得哇，这样会不会被原厂告？因为他们原厂现在要建这个有 Focal 版本进来。我自己听起来就是跟雅马哈这一种差异啊，人声跟这个低音的部分呢，它是一个蛮大的差异。雅马哈的这种感受是比较好的。那我现在是在等这个发电的这个雅马哈的进来，那我再把它换上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一些朋友在问说，那些 Focal 的4版，那些 Focal 的4版价值大概会落在55000到6万之间。那如果你在国外的一些网站上面呢，你可以看到有些人有拆车件，你也可以去买。那个的话可能就会比较便宜。买进来可能整套，我现在是没有看到整套啦，但我之前有看过，大概可能会落在3万块以内，但这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而已。那个人是认为，有需要追求原厂的 Focal 吗？还是说你直接直升雅马哈的 Focal？我自己会给你们一个建议是，直接升雅马哈 Focal， 不要用原厂的 Focal， 因为那个差异蛮大的。那价差上面呢有，可是我觉得你与其要花这个钱，不如再多一些钱，一步到位，不要拆来拆去，很麻烦。好，再来，阿肥在刚开始入手这台车的时候，就跟你们讲，我会自己设计一个压尾，是给408用的，它是有含着这一个可以装电子后照镜镜头的这个空间。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AI 模拟出来的图，我还没有实际建模，8-9不离10，大概会是长这样，但是镜头的部分可能会小一点。关于这个压尾呢，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的设计的想法，还有跟 AI 讨论出来一些内容。刚才有提到我在云车架的时候，超过170的时速会出现飘尾晃的状况，可是其实我不想要透过增重配重的方式去让这台车在高速的时候稳定下来，所以呢，我就去思考，有什么方式可以去提升它在高速的稳定性？那可能就是要透过压尾的部分。原厂408的设计的那个猫耳，它其实是在破坏原本的这个空气流动的方向，让它不要出现这种完全贴合车身的这种风的状况，因为它很有可能会卷进去屁股，把屁股抬高，超过了150之后，到了170，它的这两个效果就已经没有什么效了，就需要透过后面的这一种压尾再去做调整。你们现在看到阿肥设计的这一支压尾，它是有双层的，上面那一层跟下面这一层中间呢，牵了一个镜头的一个突出的地方。我设计一个物理的原理，它是可以让镜头的周围产生这一种像中空的风流的感受。所以你们看到里面这一侧是比较宽的，到外面那一侧呢就比较窄，就是这个文丘里通道的这一种设计，让它三面的地方都是有这种风可以直接通过的状态。当然，这是纯粹的设计的理念啊。然后呢，双层的尾翼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压尾的部分呢，主要是提供老流，让我在时速高的时候呢，可以稳定下来，不会那么容易的飘尾。上面那一层呢，补足了原本猫耳不够的地方之外，它还有一个主动提供下压力的方式。阿肥是打算设计会有2个推杆，上层的那一层呢，在时速超过90的时候，它会直接这样翻起来，我的尾部可以拥有更大的下压力。阿肥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子，才会想说，我要做成双层的这个设计。那尾翼的部分差不多就是这样。那真正开始施作应该会是在过年后。阿肥现在已经着手下去扫描了。对于这一支尾翼会不会量产，或是会不会拿出来卖，现阶段还没有这个想法。从 SOK 开始，阿肥的设计的一切的东西都是以我自己为主，就是我自己想要这台车怎么样，我就这样子做，我才不会被一些想法偏离太多。那基本上这一支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啦。这支影片剪完应该不少时间哦。我在录这一段之前，我已经先把环岛的部分剪完了。来，
最重要的部分来抽奖，随机没有办法让你指定说你一定要哪一台，你就在影片的底下留言“我爱阿肥”。让我自肥一下嘛！在录这一支影片的时候，阿肥才刚过10万的订阅，真的是好不容易，已经经营10年了。在底下留言“我爱阿肥”，跟你们想跟阿肥想讲的话，那就有可以抽这个机会，那就是抽出这2台拍拍的这个电子花针送给你们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追踪我的 IG， 每周1、2、3、4、5、6日晚上的6点都有可能会上片。那记得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给你的亲朋好友顺便订阅一下阿肥的频道吧。我是阿肥，我爱你们 ，See you later， 拜拜。用心去感受真实的体验，每一个瞬间都有不同画面。鼓声的旋律在耳边响起，跟着阿肥走梦想无限的奇迹。